在中国经济全面衰退的阴影下，一场新的危机正在迅速逼近。城市地铁系统的财务危机正如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从西北的兰州到东部沿海的深圳，中国各大城市的地铁公司正陷入巨额债务的深渊，持续亏损的泥潭愈发难以自拔。在中国西北部的兰州市，一个令人瞠目的数字正引发关注：82.4%。这不是某个经济增长指标，而是兰州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在2023年的负债率。在全国29个运营地铁的企业中，兰州轨交以这一惊人的数字荣登负债之王的宝座。然而，这并非兰州轨交的偶然失误。根据公开数据，该公司的负债率自2014年以来就一直在76%到82%之间徘徊。10年如一日的高负债，使得兰州轨交成为了中国地铁行业中的一个另类存在。兰州轨交的财务困境不仅体现在负债率上。2023年的财报显示，面对73.48亿元的短期债务，公司账面上的货币资金仅剩2.93亿元。这意味着，即便倾其所有，兰州轨交也无法偿还哪怕5%的短期债务。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困境似乎看不到尽头。截至2024年3月末，兰州轨交的债务规模已经膨胀到402.17亿元，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兰州市2023年全年财政收入的2倍。面对如此严峻的财务状况，评级机构纷纷发出警告。中信鹏源在7月30日对兰州轨交作出负面展望，指出公司存在较多关注类借款余额和一定规模本息逾期等不良信用记录，面临流动性压力。中诚信国际则将兰州轨交的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预计公司信用水平在未来12到18个月内可能下降。兰州市政府的一位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兰州轨道公司债务高的原因非常复杂。兰州地铁客流量并不低，债务与地铁运营有关系，但债务率高不全是地铁运营导致。这番话虽然试图为兰州轨交开脱，却也侧面印证了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然而，兰州轨交的困境并非个案。纵观全国，中国的地铁行业似乎正陷入一个更大的财务黑洞。根据统计，中国已有29个城市公布了2023年的地铁运营数据。令人震惊的是，如果扣除政府补贴，这29个城市的地铁公司全部处于亏损状态。这意味着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中国的地铁系统将难以为继。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运营成本远高于收入。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的数据，2023年中国城轨平均每车公里运营收入为 17.61 元，但平均每车公里运营成本高达 34.43 元。简单来说，每运营1公里，地铁公司就要亏损近17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补贴成为了地铁公司维持运营的生命线。数据显示，有27家地铁公司的政府补贴金额大于其净利润。换言之，如果没有政府的输血，这些公司将全部陷入亏损。即便是在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地铁公司的处境也不容乐观。以北京为例，作为全国最赚钱的地铁公司，北京地铁在2023年获得了高达253亿元的政府补贴，这一数字远超其24亿元的规模净利润。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靠补贴维持的模式似乎正在恶化。从2020年到2023年，扣除政府补贴后仍能盈利的地铁公司数量从7个降到了5个，最后在2023年降至0。这意味着，即便是曾经的优等生，如深圳、广州等城市的地铁，也无法逃脱亏损的命运。在持续亏损的背后，是一个更加触目惊心的数字：4.3万亿元。
这是29个城市地铁公司的总负债额。考虑到还有其他城市的地铁公司尚未公布财报，中国地铁行业的实际负债总额可能更高。为了对比，国铁集团2023年末的总负债为 6.13 万亿元，这意味着仅29个城市的地铁负债就已经接近中国整个铁路系统负债的 70%。在这29个城市中，有16家地铁公司的债务超过1000亿元，其中7家更是超过2000亿元。这些天文数字般的债务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也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埋下了潜在的风险。以负债最高的北京为例，2023年仅利息支出就高达131亿元。成都轨道交通的利息支出为72亿元，深圳地铁和重庆轨道交通的利息费用也在41到45亿元之间。这些庞大的利息支出进一步加剧了地铁公司的经营压力。在探讨了中国地铁行业的财务困境后，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局面？为何即便在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城市，地铁也无法实现盈利？让我们深入剖析这个问题的根源。作为中国首都和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北京的地铁运营状况可以视为整个行业的缩影。2022年，北京地铁的3家主要运营商公布的数据令人吃惊。这3家公司运营的24条地铁线路，年度成本费高达 176.49 亿元，而乘客进站量为 12.33 亿人次。简单计算可得，平均每位乘客的运营成本为 14.31 元。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一数字比2019年的 7.82 元每人上涨了约 82.99%。仅仅3年时间，运营成本就几乎翻了一番，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以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为例，2022年的运营成本约为 123.65 亿元。其中，人工成本高达 60.59 亿元，占比近一半。紧随其后的是13亿元的安检费和 7.4 亿元的管理费用。在这些成本中，安检费用特别引人注目。13亿元的年度安检支出，相当于每天超过350万元花在安检上。这一数字背后是遍布北京地铁各个站点的大量安检人员。一位北京居民描述了他的日常观察：每个地铁站至少有2至4个入口，每个入口至少配备4名安检员。考虑到北京地铁现有约81个车站，这个人数是相当惊人的。更令人质疑的是这些安检的必要性和效率。另一位经常乘坐地铁的市民表示，在非高峰时段，你经常会看到一个安检员反复检查同一个乘客，前后左右检查好几遍，这看起来更像是在消磨时间，而不是真正的安全检查。这种情况不仅增加了运营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乘客的出行体验。一位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说：“我一开始特别支持地铁有这么多安检员，觉得是在保护我们的安全。但后来我逐渐发现，这似乎更多是出于某种不安全感，而不是真正的需求。”除了运营成本高企，地铁建设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有时事评论人士指出，近20年来，中国各城市的主要官员们都将地铁建设视为提升个人政绩的形象工程。几乎所有城市都在大力建设地铁，但中国的公交车运营已经过剩，私家车数量也在增加，这导致了资源的严重浪费。他说，地铁作为公共交通工具，在中国出现这么多问题，显然与现有体制有密切关联。这种盲目建设的结果，就是许多地铁站点建成后因客流量低而闲置。据媒体统计，全国至少有26个高铁站建成后，因位置偏远、周边配套不足、客流量低等原因，处于未启用或关停状态。虽然这是高铁站的数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轨道交通建设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上海地铁业内人士透露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票价低是一个原因，但更大的问题是腐败，其中部分经营成本都被腐败掉了。无论国企还是央企，都是这种套路。在经济下滑、财政赤字严重的情况下，这些隐藏成本可能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面对如此严峻的经营困境，政府补贴成为了地铁公司赖以生存的救命稻草。然而，这种依赖补贴的模式是否可持续？以北京为例，京投公司2022年获得的相关补助高达262.8亿元，比2021年增长22.43%，比2019年63.03亿元更是增长了3.17倍。这种快速增长的补贴需求，无疑给本就紧张的地方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大规模的补贴可能会掩盖地铁公司经营中的深层次问题，减少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动力。长此以往，政府补贴可能从救命稻草变成慢性毒药，使地铁公司陷入更深的财务泥潭。地铁的巨额亏损，最终的代价只能由全体中国人来承担。